还是我来说吧。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。10年前，楚斌得殷阿婆所救，死而复生，心灰意冷，离开云顶。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因为他不想，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。楚家说过，他曾极力反对楚斌和李云回云顶，所以苏无名的推测很有道理。方炯是个商人，走南闯北，在他乡偶遇了楚斌。回家吧。好，走吧。楚斌，真的是你？等等，你既没死，李云如何不娶？你又怎会流落于此？还有，当年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？你为何要配合李云，欺骗于沈平？方炯得知了10年前的真相，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，昔日情人日渐憔悴，本就让他心伤。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他深恶痛绝。方炯的出现，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。楚斌，楚斌啊！方炯找到殷阿婆，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。小站开张后，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。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。与此同时，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，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，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。沈平找到方炯，昔日的青梅竹马，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。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。10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，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。方炯有些见识，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，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，以此计杀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，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是人是鬼啊？李门虽不务正业，但率性天真，更有正义感。李门，你自己选吧。吓唬我？你以为我怕死吗？姓方的。你参与此事，莫非沈平嫁于李云后，
仍与你有染。没有。你敢发血誓？若有，我不得好死。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？放肆！若有，我天打雷劈。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？其言所见，历历在目，男儿热血，我不得不为呀。好一个男儿热血，不得不为，还不算我李门一个？李门的加入，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。此时万事俱备，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，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，并称可以复活楚斌。李云色胆包天，就中了圈套。案发之夜，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，而是在家设宴，通宵达旦。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。还有，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，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，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绝了！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，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。多年来，终有一见，虽死无憾呐。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，圆梦重温了。龌龊！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，那几块银铁，你不是白花了？你就说你这点出息，俗，俗不可耐。是啊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，现在想来，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。至于那个丁大德，因没有参与谋杀，但他知情，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，就连夜赶出了喜君的这件衣服。我认同义兄的分析。接下来，案发当日，卢凌风，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，你来说。那封信是楚斌写的，至于信上的内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那字迹，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。而后，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，因为慢毒，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。就你话多。我虽勘察了现场，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，比如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1楼？现在只能推测出，在那一刻，李门后悔了。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，血脉相连。不用送，不要出这个门儿。堂兄，你可是要上牢，与女子幽会？你小子猜到了。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？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小子穷到1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？
你长得一表人才，就不能学学我吗？我学你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！我告诉你，想活命就别上楼！你疯了！听我说，李云，不要上楼了，赶紧回家，跪下向沈平道歉，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！我在救你！你救我！你救我啊！救我！混蛋啊！那个玉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，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二个家庭客栈会有玉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。有此玉桶，就能快速将证据销毁。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，李门算准时间从2楼爬下，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。苏明，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。在沸腾的石灰水中，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，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，尸体微微泛红，并非青紫色。至于口鼻流出的血，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，没了踪迹。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，再把尸体擦抹干净，就毫无谋杀的迹象，而向突发病症而亡。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。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。首先，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，放置到浴桶中。
并未直接动手，毕竟他被伤得最深，也爱得最深。不然10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，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，但他没有。这10年，楚斌是如何走过来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10年后，他最终选择复仇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，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。根据初步探查，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。这个李云早就该死，他们干得漂亮。你瞪我做什么？若是我一定用剑划开他的胸膛，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。樱桃，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多少得有点分寸。我才不管呢。那如何结案？对呀，你们俩说了半天，结论是什么？此案无凶。此案无凶。卢县尉高见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。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。若李云自己进了狱头，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，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，李云仍然会死，不是吗？卢县尉高见。苏明，我知你巧舌如簧，但恭维我没用。快随我去向皇甫县令交差。哎，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？怎么没人？是啊，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。此案无凶，怎么可能？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，世上没有鬼，是恶人行凶。刚才在县门口，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。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，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。哪来的凶犯招供？黑头啊！你抓来的，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。但李云并非他杀，他自己都认了，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？黄甫谭，是你严刑逼供，找的替死鬼吧？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，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？是他黑头，只求早死，点名找的我，我去找的他，结果他就招供了。这是供词，他画了呀。不到24个时辰，就破此鬼案，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。罗兄，你有力大功一件。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！要我说，这就是本案的实情。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？就去夜市，与民同乐，如何？县令这个主意好，走，喝酒去。苏无名，你怎么跪在这儿？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。你几时跪在这儿？昨夜喝完酒后，跪了一夜。
归来已是丑时，最多也就归了3个时辰。你为何而归？向恩师谢罪。其实你不必跪了，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。恩师说了什么？楚兵被俘，忍恨10年；沈平被骗，几乎丧命；牡丹被欺，民节尽毁；长乐被辱，鲜花零落。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，不应该被惩处。可我身为县尉，留此错案，100年后有何脸面面见恩师？恩师也说了，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做事，有时对错只在民心。好了，扶我起来吧，快点儿，我起不来了。苏明，我想见见黑头。真是我杀的，我隔段时间不杀人，就难受。那天我刚准备离开，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。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。你听错了，我何时答应？你明明就说过。就凭你的家世，我娶你，你疯了！结果出来一个女子，看着就不大，我那叫一个气呀！我就冲进屋里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浴桶。你再撒谎，李云不是被呛死的。对呀，他当时没死，只不过是晕了而已。这杀人嘛，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，也想试试新花样。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。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。可这，我查了，黑头入狱之后，并无与他人串供。既如此，就不要想了，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，永远忘了。死而复生，
你为何不去状告李云？我孤身一人，又无凭无证，如何能告得赢他？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？当初我不听阿姐劝告，轻信负心人，又有何颜面再见阿姐？这10年，你受苦了。行尸走肉，何苦之有？只是阿姐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，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。阿姐，妹妹当如何报答？说什么傻话？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。好，走。看他们的背影，好像2个女侠呀。是啊，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，再不分开。盘缠带上。少了点吧。这我不能要。哎，拿着。哎，真不行。你我歃血为盟，便是兄弟。去沙州开动摇是苦差事，若实在干不下去，就来云顶，跟着阿兄做生意。阿兄是永远的阿兄，但李门能养活自己。大唐的天空下，只要心存良善，且舍得卖力气，就一定饿不死。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就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慢走啊，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。哎，好。牡丹小娘子，请你喝酒去啊！一边去！我哪有时间喝酒啊？我都快忙死我了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那么多人买石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牡丹可是正经人，要是不想娶我，谁也别来招惹我。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？我哪知道？牡丹娘子，哎，我可听说了，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，一待就待半天，老伤心了。罗令风、苏无名，你们2个差一点就晚了，快来，跟我一起见证喜事。义父在上，女儿给您磕头。平儿，快请起。今日大喜，我老费破例喝酒，而且要不醉不归。如何？准了。罗宪伟，你觉得呢？准。好。
我以为我看花眼了呢。正是徒儿。哎呦呦呦！我身上脏，脏啊！半年没有见，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？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诡案，诛杀奸邪啊！哪儿来的少年？好大的口气！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？你小看我，就是小看我师父。不服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雪环，这是本县旗长。我管他什么长。脚下。卢县尉，你偏袒他。他是我亲师傅，我是他亲徒儿。他不偏袒我，难道偏袒你啊？好小子，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，力气也大了不少呢，还不服索旗长起来？是。卢县尉，这真是你徒弟啊？那还错得了？我曾随师傅南下探过无数诡案，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熊。行了，别吹了。还没问你呢，不好好在洛阳读书，跑这云顶来干嘛？师傅，需借一步说话。都该干嘛干嘛去。是。卢县尉，黄甫县令，恭喜恭喜，大喜事啊！喜从何来？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。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，如今新天子登基，康国国王为了祝贺，又进献18浆金桃，下月初可抵沙州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韩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，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，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。卢兄，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！这是公文，上面命你即刻启程。护送金桃啊！在崇念寺如何呀？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，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。我个子长得快，所以每隔2个月，寺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。薛欢从小到大，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。多谢公主，寺里的孩子们都叫您菩萨了。你不必谢我，记着，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。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，还要你写信给她报平安。公主还说，待长安局势稳时，她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。现在时机还不成熟。如此说来，让你护送金桃回京，不是公主的旨意。当然不是啊，师父，此行必有凶险，您不能回啊。薛欢，此话欠妥。既非公主，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，岂能不回？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，很器重我师父的。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，也确实真情实意，这点我能感受得到。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，长安、洛阳人人皆知，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，说是水火不容，也不为过。师父这时候回京，岂不是夹在中间，两头难做人啊？薛华，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？啊，走走走，
跟我回屋好好聊聊。我去订最好的酒楼，今夜我们一醉方休。想什么呢？像我陆凌风，没机会征战沙场，却要靠护桃之功回京。回去了又能如何？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？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，想推辞不回。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，与其陷入这种争斗，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，为百姓挖一条水渠。能说出这句话，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。只是天子有诏，岂能不回啊？长安始终在我心头，每在梦中折返，为社稷殊死一搏。现在朝廷既有令，韩州都督府也有公文，不能不回。对了，前2天皇甫县令跟我说，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，我看挺好。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，市场秩序，就靠你了。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，我陆凌风也算是给云顶留下2大能人。你这甚是悲观啊！既如此，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？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，就算为了喜君，我求你留在云顶，好好照顾他，如遇良人。你住嘴！喜君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再说，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？那可如何是好？薛环，小薛环，薛环，老费。哎呀，不到1年呐，你这英武之姿，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啊！有你这样的少年，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？说得好，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100年之计，心系天下呀，老费。酒楼订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去沙州之事你们怎么看啊？我记得在魔家殿时，卢凌风曾说，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，当时以为是谎称，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。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，以壁画闻名于天下。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，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？此生能去敦煌，确实是我的梦想。卢凌风也不止1次提要带我去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，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。那是，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，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。关键是有好酒啊，那比云顶的还好呢。鸡师公，费叔，你不是戒酒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可我当时是说，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，我就再也不喝酒了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好像是吧？哎，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%，可还剩1成呢。那1成，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。今夏之前，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。故此去沙州，我小酌怡情，大醉抒怀，这可以吧？这个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我6人，明日启程，继续西行。
去敦煌。我想作诗：大漠苍茫兮，塞外苍茫兮。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。你这哪叫诗啊？哎，我倒想起2句来，看你们谁能接下去。行叹荣辉远，坐怜衣带奢。交河浮绝塞，弱水尽流沙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是骆宾王写的。后面2句是“缕丝徒飘梗，归期未及瓜”。宁知心断绝，夜夜泣胡笳。这是骆宾王的《晚渡天山有怀经义》好诗。我也记得2句：弓弦抱汉乐，马足见胡尘。不求生入塞，唯当死报君。无法乱，斧头岸，马鸣萧萧彩云散。功名事，惹人烦。千重渡过暗重山。一桥弯，冷月暖，西出阳关路漫漫。为君一死生难，胡杨琵琶念长安。银河百丈，星辰闪烁，故园半亩，花开花又落。临风一世，无名白首，赤子心，破苍穹。黄沙卷，金甲穿，烽火连城，横刀了却狼烟。心如水，志如磐，待回首天涯远。随我夕阳，行迹万里河山。与谁同坐明月清风？